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你们熟悉的丽姐。咱今天又来唠相亲故事啦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订阅哈。要是觉得故事精彩，别忘了打赏，请丽姐喝口茶。丽姐先在这儿谢谢大家啦。今天这故事那可是个大料，里头啥都有，情感上的起起伏伏，社会对二婚女的偏见，还有大龄高要求女孩和不满男士之间的激烈冲突，简直就是现实版的大戏。大家可得耐心听完。故事的主角是个叫小杰的姑娘，我认识她的时候，她都30好几了。这姑娘长得可不错，皮肤白白净净的，气质也温柔，在一家大公司做行政管理，收入也不低。就照这条件，那在相亲市场上怎么着也得是个香饽饽吧。可奇怪了，她一直就没找到合适的对象。其实啊，小杰之前结过一次婚，离婚原因也简单，就是2个人性格合不来。那时候他年轻，想着自己年龄也不小了，差不多就结了呗。可婚后才发现，这婚姻可不是结了就好这么简单，感情得慢慢磨合，性格上的差异也得互相包容，这些才是生活里真正的大难题。离了婚之后，小杰心里就有了阴影，他觉得这婚姻可是大事，下次可得慎重再慎重。所以啊，她对下一任丈夫的要求那可就相当高了，差不多就是奔着找个完美男人去的。可咱都知道，这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人呢？小杰相亲的时候，那要求说得明明白白的，男方得是未婚的，年龄最好比他小，事业得有成，长得还得帅，性格的温和，最重要的是得能接受他的婚史。他自己心里也清楚，二婚的女人在相亲市场上比一婚的姑娘难多了，所以他的要求就更苛刻了。他心里想着，既然我是二婚，那必须得找个比前任更好的男人。说实话，我在婚介这行干了这么多年，见过的相亲姑娘多了去了。像小杰这种二婚的姑娘，压力那真不是一般的大，社会上对他们的偏见可不少。二婚这俩字给他们带来的不光是感情上的伤痛，在婚恋市场上也让他们特别被动，处于劣势。小杰对这些心里跟明镜似的，所以离婚后他就开启了高要求的相亲之旅。前几天我给小杰安排了个相亲对象，叫小梁。这小梁比小杰年轻几岁，那可是个典型的优质单身男。他在金融行业工作，年薪相当可观，长得也帅气，身高1.8米，性格还特别外向，是个阳光大男孩。像小杰这样条件的女人，在相亲市场上能碰到小梁这样的，那真跟天上掉馅饼似的。我琢磨着这俩人应该能聊得来。小梁呢，有小杰看中的事业、颜值和家庭背景。小杰本身条件也不错，应该能让小梁心动。于是我就精心安排了他们的相亲。那天相亲的场景，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我专门挑了一家特别安静的咖啡馆，为了让他们有更多私人空间，还特意选了个离其他人远远的桌子。相亲刚开始的时候，气氛还挺轻松的。俩人刚坐下，我就看到小梁有点腼腆，不过笑容特别亲和。小杰这边呢，虽然年纪大了点，但举止特别得体，一看就是见过世面的。结果我把彩礼问题一提起来，这气氛刷的一下就不对了。小杰先开口说，我年纪也大了，彩礼这块希望你能理解。毕竟我是二婚，要求比一般人的高些，我希望你能准备68万。他这话音刚落，小梁的脸色嗖的就变了，眉头紧紧皱在一起，好像是没听清楚，反问了一句，啥？你说多少？68万。小杰又重复了一遍，语气里透着股坚定劲儿。听到这个数字，小梁一下子就愣住了，明显能感觉到他不高兴了，嘴角抽了几下，然后直接就开怼，你说的是认真的？二婚要68万彩礼，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呢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二婚的女人还让我给这么高彩礼，你觉得你值这个价吗？我在旁边听着都愣住了，心里想，这男的说话也太直白了吧。我做相亲红娘这么多年，知道有些话得讲究个说话艺术，可这小梁倒好，直接就这么怼回去了。我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气氛一下子就尴尬的不行。小杰也愣住了，脸上立马就浮现出一丝不高兴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是二婚，但我也有自己的价值啊。我要的彩礼真不算高，68万是跟我自身条件相匹配的，又不是因为我二婚就低人一等。
小梁冷笑了一声，我没说你低人一等，但你得明白，二婚就是二婚，不管你怎么说，你就不是一手货，是二手货。二手货凭啥比一手货还贵？我真是搞不懂，二婚的女人除了多了段婚姻经历，还有啥特别的？这话一出口，那气氛瞬间就降到了冰点。小杰明显被这话伤到了，脸色变得煞白，眼睛里闪过愤怒的光。他紧紧咬着下唇，一时间没再说话。小梁却还不依不饶，你自己看看，离过婚的女人拿点值68万彩礼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宝贝啦？我在旁边听的那叫一个生气，心里忍不住骂道：这男的怎么这么不懂尊重人啊？我本来还满心期待这俩人能聊得好，结果倒好，直接就开对上了。就算你不同意这姑娘的要求，也不能这么直接伤人自尊啊！我这做相亲红娘的都气得想发飙了，你这啥意思？小杰终于忍不住开口了，声音都有点哽咽了。你说我是二手货，你自己就是个没修养的男人，怎么能这么评价一个女人？你根本不懂婚姻，不懂女人的苦，你根本没资格说这些话。小梁被小杰这一顿呛，一下子有点哑口无言。他可能没想到小杰会这么回怼，脸上也露出尴尬的神色，但他明显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冷冷地撇撇嘴，反正我是不会接受一个二婚的女人，彩礼就更别想了。那一刻我真是失望透顶。虽说我是个相亲红娘，但这男的说话实在太过分了，真让人无语。你说他一个条件挺优秀的男生，看着挺有才华的，咋就一点基本的尊重都不懂呢？最后这场相亲就这么不欢而散了。小杰气得站起来，冷冷地对小梁说：既然你看不上我，那就算了。说完他一甩头，转身就离开了咖啡馆。我在心里默默叹了口气，觉得这小梁实在太不成熟了，不光不尊重人，连最基本的情商都没有。再看小杰，虽然气得够呛，但我知道他心里肯定特别难过。他在相亲市场上已经付出了太多努力，之前感情上的伤痛，再加上对未来的恐惧，让他对相亲对象的要求变得更高。可实际上，他内心深处还是渴望能被人理解、被人尊重的。这个故事啊，让我们看到感情上的难题，有时候可不单单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儿，它还牵扯到整个社会的观念问题。二婚的女性确实容易面临各种社会偏见，尤其是当她们对相亲对象要求高一点的时候，就很容易被人说成是期望过高或者太挑剔。但丽姐觉得，不管是二婚还是一婚，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，每段感情都值得我们去珍惜。也希望大家在相亲的时候能多关注彼此的内在，别光盯着那些外在的标签看。好啦，今天这故事就讲到这儿啦，大家觉得这场相亲怎么样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们的看法。要是喜欢丽姐讲的故事，别忘了给丽姐打赏，请我喝茶哦。咱们下次故事再见。下面丽姐再给大家详细唠唠小杰这一路相亲的不容易。小杰自从离婚后，就一心想着要找个真正合适的人共度余生。他一开始觉得凭自己的条件找个好对象应该不难，可现实却给了他重重一击。每次相亲，他都把自己的要求说得清清楚楚，可大多数时候，男方一听他是二婚，还带着这么高的要求，不是直接拒绝，就是面露难色。有的男人虽然嘴上不说，但眼神里透露出的嫌弃，小杰能感觉得到。他心里委屈啊，自己明明各方面条件都不错，为啥就因为离过一次婚就被人这么看低呢？就说有一次相亲，对方是个做生意的小老板，俩人见面一聊，刚开始气氛还挺好。小老板对小杰的长相和气质都挺满意，小杰也觉得对方事业还算有成，有那么点意思。结果当小杰提到自己的婚史，并且说希望男方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，彩礼方面也不能太少时，这小老板的脸色立马就变了。他说，我倒是不介意你二婚，可你这要求也太高了吧。我做生意虽然赚了点钱，但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你一个二婚的还想着要这要那，是不是不太现实啊？小杰心里那个气啊，他反驳道，我二婚怎么了？我自己也有收入，也没想着要靠你养。我只是希望在彩礼上能得到应有的尊重，这过分吗？那小老板哼了一声说，尊重？二婚还谈什么尊重啊？你要是真想找个好归宿，就别这么挑剔。
那次相亲又不欢而散，小杰回到家，一个人偷偷哭了好久。他不明白为什么社会对二婚女性就这么不宽容。他只是想找个能真心对他好，经济上也能让他有安全感的男人，这真的错了吗？还有一次，相亲对象是个公务员，这人看着文质彬彬的，小杰对他第一印象还不错。两人聊了一会儿，小杰也像往常一样，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情况和要求。这公务员一听，先是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小杰啊，我能理解你想找个好的，但你这彩礼要求确实有点高了。而且你知道，我这工作性质，收入也不是特别高。再说了，二婚的话，可能家里老人也会有点想法。小杰听了，心里一阵失落。他问：那你自己呢？你对我的看法呢？那公务员犹豫了一下，说：我个人其实还好，但家里的压力也得考虑啊。而且说实话，在相亲市场上，二婚确实不太占优势。小杰觉得特别无奈，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过去就成了他追求幸福的绊脚石。难道二婚的女人就只能降低标准，随便找个人凑合过日子吗？再说说小梁这边，小梁其实一直以来在感情上都比较顺利。他年轻帅气，事业有成，身边不乏有女生主动追求。他之前谈过几个女朋友，都是一婚的年轻女孩。在他心里，对二婚的女人确实有一些偏见。他觉得二婚的女人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，肯定或多或少有一些问题。而且他一直认为彩礼应该是根据女方的条件来定的。二婚的女人怎么能要比一婚女人还高的彩礼呢？所以当小杰提出68万彩礼的时候，他一下子就炸了。他当时心里想，我条件这么好，凭什么要给一个二婚的女人这么高的彩礼？这不是狮子大开口吗？他根本没考虑过小杰的感受，也没意识到自己的话有多伤人。后来小梁回到家，跟朋友说起这件事。他的朋友们有的支持他，说对呀，二婚还这么高要求，不能惯着他。但也有朋友劝他，你这样说话太伤人了，就算不同意也得委婉点啊。小梁却不以为然，他觉得自己说的都是实话。而小杰呢，自从那次相亲失败后，心情一直很低落。他觉得自己在相亲的道路上越走越迷茫了。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要求是不是真的太高了，是不是真的应该降低标准。但每当他想到自己之前那段失败的婚姻，想到自己受过的伤，他又不甘心就这么随便找个人嫁了。有一天，小杰和她的闺蜜聊起这件事，闺蜜劝她说：小杰啊，你也别太执着了，这相亲市场就是这样，对二婚的女人不太友好。你要不就稍微降低点要求，说不定能遇到合适的人呢。小杰听了，心里很纠结。他说：我也知道难，但我真的不想再将就了。我就想找个能懂我、尊重我的人，难道这真的很难吗？闺蜜无奈地摇摇头，我理解你，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啊。你看你都相亲这么多次了，每次都因为各种原因谈崩，你也得考虑考虑自己的年龄啊。小杰心里明白闺蜜说的有道理，但她还是不想放弃自己的原则。她觉得总会有一个人能看到她的价值，能接受她的过去，和她一起走向幸福的未来。在小杰继续相亲的过程中，又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和事。有一次，她遇到一个男人，这个男人倒是不介意她二婚，也能接受她的一些要求，但就是经济条件不太好。小杰犹豫了，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为了这个人放弃自己对经济条件的要求。他想，如果我和他在一起，虽然感情可能会不错，但以后的生活会不会因为经济问题产生矛盾呢？他很纠结，和这个男人见了几次面，每次都在心里反复权衡。还有一次，相亲对象是个年龄比他大很多的男人。这个男人事业有成，对小杰也挺满意，愿意满足他的彩礼要求。但小杰却觉得两人之间有代沟，相处起来不太舒服，他又陷入了两难的境地，不知道该为了物质条件勉强自己，还是继续寻找那个真正合适的人。而小梁呢，在和小杰相亲失败后，又去相了几次亲。他发现那些一婚的年轻女孩虽然没有小杰那么成熟稳重，但有的要求也不低。而且他发现自己在相亲过程中，总是不自觉地拿那些女孩和小杰做比较。有一个女孩长得很漂亮，也很年轻，但性格比较任性。小梁和她相处了几次，觉得有点累。他就会想，
要是像小杰那样成熟懂事就好了，可惜他要那么高的彩礼。慢慢的，小梁开始反思自己在那次相亲中的行为。他意识到自己当时说话确实太过分了，伤害了小杰的自尊心。他想，如果当时自己能好好和小杰沟通，说不定结果会不一样呢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小杰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了一个叫阿强的男人。阿强是个自由职业者，搞艺术的，性格很开朗，也很有才华。两人一见面就聊得很投机，阿强对小杰的经历很感兴趣。小杰也觉得阿强和之前那些相亲对象不一样，他没有因为自己二婚就有什么偏见。随着相处的深入，阿强和小杰的感情越来越好。阿强知道小杰对彩礼有一定的要求，他没有像小梁那样直接拒绝或者冷嘲热讽，而是认真的和小杰商量。他说：小杰，我知道彩礼对你来说很重要，它代表着一种尊重。我虽然没有那么多钱一下子拿出68万，但我会努力，在我们结婚的时候给你一个满意的彩礼。而且我更看重的是我们之间的感情，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创造美好的未来。小杰听了阿强的话，心里很感动，他觉得自己终于遇到了一个能理解他、尊重他的人。他也不再像之前那样执着于68万这个数字，而是和阿强一起规划着他们的未来。而小梁呢，在经历了几次不太满意的相亲后，越发觉得自己当初错过了小杰这样一个优秀的女人。他后悔自己当时的冲动和不尊重，想要找机会向小杰道歉。有一天，小梁通过我要到了小杰的联系方式，他鼓起勇气给小杰发了一条信息，说：小杰，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。之前相亲的时候我说话太过分了，伤害了你。我这段时间想了很多，意识到自己错了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小杰看到这条信息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回复了：没关系，都过去了，我现在也有了新的生活。希望你以后也能找到合适的人。小梁看到小杰的回复，知道一切都已经回不去了。他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小杰，同时也告诫自己，以后在相亲过程中一定要学会尊重别人，不要带着偏见去看待每一个人。小杰和阿强的感情越来越好，他们开始筹备婚礼。虽然彩礼没有达到小杰之前要求的68万，但阿强给了小杰足够的爱和尊重。小杰觉得这才是他真正想要的幸福。通过小杰的故事，我们能看到，在相亲的道路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容易。二婚的女性面临着社会的偏见和压力，但她们依然有追求幸福的权利。而我们每个人在相亲或者和他人交往的过程中，都应该学会尊重、理解和包容，不要让偏见和冲动破坏了可能美好的缘分。希望大家都能从这个故事里得到一些启示，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，少一些波折，多一些美好。好了，今天丽姐就把这个故事给大家讲得透透彻彻了。大家要是还有什么想法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